第14集。瘴气催生了许多毒虫毒草，让普通生灵不敢靠近，进而也成了众多奇花异果繁衍生息之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凶兽毒兽，即便是天仙来了也不敢太过深入。巫妖大战后呢，巫族残众被流放到了此地，他们去了北距泸州极北处，那里冰天雪地，虫兽较少，勉强能够生存，但据说已经是快在灭族的边缘了，确实挺惨。而那些对巫族怀有恨意的妖族，还有被咱们人族炼气士赶跑的妖族，就都朝着北距泸州边境汇聚。久而久之，这从东向西蔓延了数十万里的狭窄区域，成了妖族最为重要的栖身之地。介绍到这里，九九看了看几个弟子的表情，发现除了李长寿之外，都多多少少开始有些紧张。效果不错，再加把劲儿。哎，你们看周围这重重的山岳，其中有不知道多少的大妖老妖，有些妖的实力还异常的恐怖，专门喜欢吃人族炼气士哟。几人顿时更为警惕，李长寿则是淡定的点点头，继续眺望着下方。九九顿感无趣，指着葫芦下方，面无表情的继续道：下面这个镇子，就是咱们人族高手强行开辟而出，进入北距泸州的出入口之一。这几千年据说跟妖族那边也是在停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打起来。等会儿进了镇子，我带你们去买些避障符、解毒丹。门内虽也有这些，但也不知道是谁定下的破规矩，还要带你们来体会体会修士生活，教你们异物换物。记住，这镇子上空不能乱闯，此地有几位高手坐镇，要对强者始终有一颗敬畏之心。咱们从东南边那个山坡落下，走一段山路过去。五位弟子拱手领命，将九九仙人的这些告诫都记在心中。这处城镇总体是在一处山谷中，山谷两旁的悬崖峭壁被砸出了一处处岩洞，也修有许多栈道和木楼。山谷中堆满了各类建筑，远远看去十分的杂乱。这里有气派亮堂的殿宇，巍峨耸立的宝塔，但更多的还是些木楼土楼，总体毫无规划，只有一些勉强能够通行的狭窄街巷。当然了，炼气士大多数都是在半空飞着，也不用走路。能看得出来，前往北距泸州的修士其实并不算少。此地人来人往，许多木楼土屋的楼顶都有炼气士在摆摊儿，能够寻到众多北距泸州产出的药草和宝材。这些药草和宝材大多都跟毒字沾边。九九熟门熟路，催出一朵白云，带着5个弟子和宇文灵在城镇内转了个半圈，在几个摊位上左右对比，才让他们几个拿出零食，买下一些物美价廉的丹药符箓。这家伙怎么不动？九九看了一眼一直背着手站在自己身后的李长寿，心底一叹，随手将一只荷包甩过肩头，砸到李长寿的怀中。这种荷包是最简单的储物法宝，一般都是用来储存固定份额的零食。九九吐槽了一句：就知道你师父没太多东西给你，也搞不懂他非要守那个小风头干嘛。解毒丹和避障符是必须要准备的，快去买。一个大男人别磨磨唧唧的。李长寿愣了一下，抬头看着自己面前这位不惜打扮的师叔，露出了几分温和的微笑。这般微笑只有在师父和师妹面前才会显露。他刚想解释一句自己是把所有东西都提前准备好了，但话还没说出口，一旁又有一只纤手递了过来，手中握着一摞黄纸符，2只胖肚子瓷瓶，是那个背着大剑身着火红长裙的少女。
有清玄雅正扭着头看着别处，用尽量淡定的口吻道：算是给师兄的赔礼。之前言语中他手指轻弹，用了一股巧劲儿将丹药和符箓送到了李长寿手中，随后转身故作无事地走去了一旁的摊位。李长寿略感有趣，对着他的背影拱拱手，并未多说什么。这冰山绝对名不副实。自这处城镇出发向北，再有300里就是北距泸州瘴气的边界，而最边界区域就是渡仙门5名弟子此行的历练之地——乱瘴宝林。瘴气外，那些光秃秃的荒山与瘴气覆盖之地连绵的黑色丛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画下了一条明显的边界。离着瘴气林的边界越来越近，九九浑然变了一个人，目光充斥着警戒，仙识监察着方圆数百里的风吹草动。他带着众人低空飞掠时，耗费仙力做了一朵白云，将那只大葫芦化作了3尺，背在身后。葫芦口氤氲着浅蓝色光芒，随时准备祭出去喷人。终于到了瘴气林的边缘，九九落下白云，转身满脸严肃：按规矩，此次历练时长为20日，从你们进入乱瘴宝林开始算，若20日之前你们就自行退出来，那就算这次历练失败，回去了要受门内责罚。九九眨了眨眼，口吻突然变得轻快了许多。哎呀，其实也就扣月供之类的，无伤大雅。遇到危险以保命为上，觉得吃力就立刻退出来，都别逞强。我呢，会在此地等你们。既然是以磨练弟子为目的的历练，自然不可能跟在你们的身后，也绝不可能做你们的替身护卫。哎，这个大块头也留下，在此地等候吧。宇文灵拱手请命：末将奉命前来护卫六公主殿下，还请仙长准许。你是想自己留在这儿，还是想被我捆在这儿？宇文将军还请在外等候，一切需遵从九师叔的安排。有秦玄雅在旁边开口，自身也透露出了一种淡淡的威严，显然是从小到大没少发号施令。末将领命。宇文灵沉声，而后皱眉看脸袁清，袁清立刻朗声道：宇文将军不必担心，我便是拼上性命也会护好玄雅师妹。有秦玄雅对此毫无回应，维持着表面冰山的日常表情，反倒是一直在九九身后站着的李长寿，目光在袁清和宇文灵身上流转了一阵。果然啊，我还是觉得这2个人有点猫腻。我给你们2个忠告：其一，在里面要互相帮持，记住，你们是同门，尽量避免单独行动。袁清、玄雅，你们2人修为较高，如果有余力，就照看一下其他人。师叔放心，弟子领命。